陈平安，你不是很会打架吗？不过是吃了狗屎运，撞上个愿意教你拳的师傅，你便真的以为是你自己挣来的？铁骑走阵！我李宝珍读书修行，靠的是家世底蕴，是宗族积累，是10年寒窗苦读。你陈平安呢？凭我现在的拳艺，无法击破神灵精神。但若能找出空隙，以神人擂鼓式拳叠加，你一泥平巷的孤儿，捡来的一条贱命，真当自己能踩在我李宝珍头上？你真以为我看不透？你一路走来，哪一步不是靠着机缘撞出来的？哪一样不是别人赏你的？宝平那丫头把你当宝贝，连我大哥都对你青眼有加，凭什么？知道家乡那座碎瓷山是怎么堆成的？都是在大道之争中化为齑粉的可怜弃子，就像你一样。小镇惜言自然的匾额，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清明天下白玉京大掌教寇明。当年他一气化三清，要以3种身份融合3教根旗。而李希圣，是他在浩然天下布下的那一道儒家分身，只是他没有算到3教合一这条大道，有人比他走得更远。齐敬春为何必须死，你我都清楚。齐敬春在离珠洞天闭关一甲子，遍览3教典籍，世人都说他有望立教称祖。立的什么教，称的什么祖？当年你来离珠洞天，就是为了逼死齐敬春，替你那位未来的师兄永绝后患。齐敬春的死，你我都有份，可我终究没有对他下死手，只是顺势推演出了齐敬春真正的后手，给那个少年送了点顺水人情。看似是好心的善举，未必是好人好事。你用2颗蛇胆石和1张药方，把陈平安和贺小良绑在一起，福祸相依。他离开小镇之后，气运否极泰来，有你一半的功劳。可他会不会因福生祸，你根本不在乎。无非事后证明，齐敬春看错了人。你对陈平安的算计，真以为齐敬春没看透？我以前就喜欢独自一人爬上老慈山，那感觉就像是踩着累累白骨登顶，真好。老夫此生杀人无数，唯一敬重的人，是一名忘了名字的8境武夫。他在力竭濒死之际，毅然抬起拳头，向老夫递出了生平最后一拳。那一拳比志同还要孱弱，却是我辈武夫真正的神意所在。是饭吗？我李宝珍费尽心力才得国师青睐，如今东山再起，怎能栽在你手里？你给我死！
鼎之前，就要去当一条路边刨食求活的野狗。要想痛痛快快的活着，就必须跟天地大道争，跟狗屁神仙争，跟同辈无父争，最后还要跟自己争，争那一口气。这是什么路数？权势尽在不断累加，不自量力，再试多少次都没有用。当这一口气吐出去时，要叫天地色变，要叫神仙跪地磕头，要叫世界所有无父欠我一拳，如决苍天在上。臭小子，你知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走上了真正的无道之路？怎么可能？别管！今天你要是杀了我，就是和李治结下死仇。以后怎么面对我小妹？不过如此。不曾想，李宝珍还有这么一天。好吃！你说啥？听不清，大点声！味道不错。你是不是觉得比吃屎容易多了？陈平安，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我答应过你大哥，要放你一次。陈家本该属于你的契约，被我大哥夺走了。若不是他，这些气数福分本该落在你头上。一生命运多舛，父母早亡，或许就是源自于此。陈平安，你个杂碎，别真把别人施舍的机缘当成了你自己的能耐。这些机缘你抓不住。谢了，是你杀我在先，我杀你一次是手谕。从此以后，你李宝珍是李宝珍，恩怨与宝平和李大哥无关，谁都无错，谁都可以生死自负。这种眼神，就是这种眼神。我等着你变成我这种人，我很期待那一天。是吗？陈平安，我会杀了你。不是现在，但下一次，我会把你大卸8块，慢慢吃。是吗？那你崔禅呢？何尝不是自欺欺人？你们大理伪造白玉京，贫道就不追究了。你那一手李代桃僵漂亮得很，哼！我后来才知道，李保平与保平州休戚与共，福祸相依。你让李希胜与他成为兄妹，还让他欠陈平安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到底在谋一个什么局？何必明知故问？我来是为大师兄护道，斩却你给他种下的因果。巧了，最后一子，我也要落下了。许若，你不要跟老夫抢，届时是吧？来跟老夫练练手，正好助老夫重返武道实境。这是世界巅峰的武夫气势。狗急了也会跳墙，届时敢一个人来小镇，自然有你给的后手。齐庆春以死换来的小镇，你就让他毁掉？这一局，谁也别想脱身。真要逼我动手！
不把我阮群的规矩放在眼里了？你敢山河破碎，我就还你一场天崩地裂！既然寇明要一气化三清，自诩为三教合一之人，那李希胜作为儒家分身，总不能绕过家族之礼与亲人之情。那么李希胜，是舍是利，是弃是忘？你布下这么大一个局，就是为了看李希胜如何选择。你们清明天下请齐敬春入局，我拿你师兄落子，礼尚往来罢了。既然此事因我而起，就当是一报还一报。遥想当年，我见师尊骑牛而来，他说：“道之所行，唯有一念而已。”散！聪明人太多了，也不好啊。散去本属于自己的道行，反哺此方天地。师兄，你心里的这道坎儿，怎么就过不去？这次我赌对了。当真要到这般地步，不如来谈一场正经买卖。陈平安，我会杀了你！不是现在，但下一次我会把你大卸八块，慢慢折磨死你。下次见面，你就是死人了。陈平安，谢谢你。留他一命。叫。陈平安，有些事情本不该如此。我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，直到洞天破碎后，才慢慢记起了一些事。那份原本属于你的气运，落在了我身上，哪怕我至今还看不清是何人的算计，但既然知道了，就不能坦然受之。这枚桃符对我很重要，我得了你的那份大道根本，就该以自己的大道根本还给你，这才是真正的有一还一，天经地义。李大哥，收回去吧。其实我根本不恨你，就算没有你那份气运，我也接不住。刚才差一点，我差一点就杀了他。游学路上，我经历的事越多，越发现，
这个世道有太多不对的事情，有好几次要不是当着宝平他们的面，我真的会动手。但你没有。我也有我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就像我相信爹娘是好人，相信齐先生，相信道理就是道理，不是有用时拿来用，无用时就束之高阁。但我也怕自己根本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人，担心这样的自己会让齐先生失望。自认心有思念，却能始终行善。陈平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便是我们儒家圣贤心心念念的“慎其独也，克己复礼”。但道理只是纸上话。陈平安，我们都需要去看看这个世界。也许你会发现，世间没那么多对错分明，也没那么多人在意你是不是好人。但唯有看过更大的天地，你仍愿意一拳拳打下去，那才是你自己，才算真正看清楚了自己。你当真要出手？不曾完整递出一剑，已经甲子光阴，为此温养了2、3剑，请天君接剑。来！恭迎掌教。出门在外，和气生财嘛，打生打死，多不好啊！是我谢氏诚意不够，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。要的3个人，我来给个说法。诸位，意下如何？此剑是我阮琼开炉铸造的第1剑。到了那座剑气长城，随那丫头镇杀万妖，半点不埋汰。劳烦你了，杨老前辈已经遮蔽天机，应该不会有意外。爹，真不会有事吧？现在被开封前不会现出丝毫峥嵘，但如果遇上大妖，还是会露出马脚。南下送剑，让那小子自己小心。知道了。秀秀，陈平安接下了这趟送剑之旅，便是卷入了剑气长城与蛮荒天下的因果之中。那时候，你担心也晚了。你们就在落魄山好好修行，遇事情别冲动。我跟魏山神打过招呼了，老前辈也会帮忙护着，不会有事的。老爷，放心吧，族长那边就交给我。陈平安，在那边见到了宁姑娘，替我问声好。阮姑娘，保重啊。差不多了，要不要跟老前辈告别一下？好，既然来了个更能打的，就与老夫酣畅淋漓，温泉一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有秋波，万川青梦压星河，但有也绝无任何悲歌。小童坐静看山色，无闻有长歌，所以站路渔樵也归客。河间山走江河，我知青山江河乐。父亲为人故人知我乐，样样心有福为何？来个呼啸我，生生所念来人皆可得。